第13章黑铁片。瞧着薛儿竟然点头应下来的萧炎的话，加列奥嘴角一阵抽搐，拳头捏得嘎吱作响，目光阴旧的狠狠盯着面前一脸平淡的少年。加列奥身后的一群属下看见自家主子那难看的脸色，非常机灵识相的前踏了一步，隐隐地将两人包围其中，扫视的目光中掺杂着不怀好意。方士深处人流同样不少，瞧的这边的事故都不由得好奇地望了过来。萧炎与加列奥在乌坦城也是小有名声，萧炎是因为他的废柴之名，而加列奥则是那始乱终弃的风流之名。虽然这名声都不太好听，不过也能勉强算作是两位名人了。望着对方一干人的举动，萧炎眉间挑了挑，稚嫩的小脸上浮现一抹细血，微偏过头，对着方士的一处轻吹了一声口哨。见到萧炎的举动，众人好奇转头相望，却是见到方士的护卫队正在队长佩恩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佩恩带着大群护卫快速地奔跑了过来，手掌一挥，手下护卫顿时凶悍地将加列奥那群人反围了起来，一时之间双方有些剑拔弩张。三少爷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来到萧炎身后，佩恩先是扫了一眼对面的加列奥等人，旋即躬声笑问道。萧炎微微一笑，偏头望着脸色难看的加列奥，漫不经心的道：加列奥少爷，这所方士可是我萧家的地盘，你想在此处动手？加列奥目光有些忌惮地看了佩恩一眼，然后转头对着萧炎冷笑道：你难道就只会依靠家族势力？如果你是个你想和我说，如果我是个男人，就和你来一场公平的比试，是不是？萧炎忽然摆了摆手，笑着打断了加列奥的话。加列奥冷笑一声，挑衅的道：没错，你可敢？望着一脸挑衅的加列奥，萧炎似是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手掌摸了摸额头，片刻后方才抬头微微耸了耸肩，一脸的纯真与无辜。加列奥少爷，我想问问您今年多少岁了？加列奥嘴角一扯，阴着脸不说话。大哥，你今年21了，我多少岁？15岁。你竟然让我这个连成年仪式都未举行的小孩和你决斗，你难道都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是让人有些脸红吗？萧炎叹道，小脸上的那副无奈模样让得身旁的薛儿有些忍俊不禁，抿嘴轻笑。哈哈。听着少年这通无辜的话，方士深处的一些摆摊的佣兵以及商人顿时失笑了出声。的确，以萧炎此刻的年龄，顶多只能算成一位乳臭未干的稚嫩少年，而加列奥却早已经成年，这种挑战实在是让众人不得不在心中有些鄙视。周围讥讽的目光犹如一盆凉水，让得加列奥回复了些清醒。萧炎所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淡然，总是会让人不自主地将他的年龄省略而去，所以经的提醒，加列奥这才记起面前的少年才年仅15。恶狠狠地咬了咬牙，加列奥望了望那群正虎视眈眈地站在萧炎身后的萧家护卫，知道自己今天已经没有出手教训的机会，只得悻悻地摇了摇头，阴恻恻地道：再有1年你就该举行成年仪式了吧？嘿嘿，我看你这废物，恐怕成人仪式一过就得被安排到那些穷乡僻壤去吧，以后连进入乌坦城的资格都没有，真是可怜。萧炎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，眼皮抽了抽，不知道为何加列奥只要一看见面前少年脸上的淡定从容，便是满腔怒火。你一个废物，没事给我装个狗屁的高深莫测呀！强行压抑住心头的怒火，加列奥冷哼了一声，手掌一挥，带着手下挤开人群。哦，对了，脚步忽然一顿，加列奥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转过头讥笑道：萧炎小少爷，听说你们萧家被纳兰家族的纳兰嫣然强行解除婚约了？嘿嘿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以你的修炼天赋，也的确配不上纳兰小姐，哈哈。说完这些，加列奥这才大笑着离去。萧炎目光有些阴森地瞥着那离去的加列奥，手掌伸出，一把拉住身旁的薛儿，淡淡的道：一条疯狗而已，他咬了你，你难道还想咬回来？可他太过分了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？薛儿皱着纤细的秀眉，有些愤愤不平的道：呵呵，会有机会的。萧炎眯着眼睛笑了笑，
嘴角噙着的阴冷让得旁边的佩恩心头略微发寒。一头咬人的狮子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头狮子懂得隐忍。佩恩大说：“麻烦你们了。”萧炎转头对着佩恩等人和善地笑道，先前那有些阴森的气息瞬间化为了少年的朝气与坦率，心头有些感叹萧炎对情绪的把握程度。佩恩的笑容中多出了一分发自内心的敬畏，且不论萧炎的修炼天赋，仅仅是这份心智，日后的成就恐怕也不会太低。哼，三少爷说笑了，这里本来就是我们萧家的地盘，哪能容家烈家族的人放肆？佩恩笑了笑，望着萧炎东张西望的模样，在告辞了一声后，极为自觉地带人退去。望着离去的佩恩等人，萧炎这才转过身，手掌狠狠地揉了揉轩儿的长发，薄怒道：“你个蠢妮子，一枚1级的魔晶就让你动心了？那家伙是什么货色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你收了他的东西，那家伙立马打蛇上棍。”微撅着小嘴理了理被揉乱的长发，轩儿无奈地摊了摊手：“送上门来的东西，不要白不要吗？”萧炎翻了翻白眼，有些哭笑不得：“那东西又不是什么珍贵东西，你犯得着这般吗？你可是萧家的天才少女啊！”轩儿轻皱了皱可爱的俏鼻，扬起皓腕上的手链，戏谑的道：“原来萧炎哥哥一直在注意着轩儿呢。”白了轩儿一眼，萧炎拉着少女的手掌，再次对着方室深处的一些摊位行去。走过了好几家摊铺，萧炎脚步这才顿下，弯下身子望着摊上那一枚还沾有一些血丝的绿色晶体，轻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终于找到了。”伸出手掌在摊上一过，刚想抓起魔晶的萧炎，手掌猛地一僵，心中忽然涌上一股奇异的感觉，舌头舔了舔嘴唇。萧炎手掌依旧是一把抓起了魔晶，然后目光似是毫不在意地在摊上扫了扫。片刻之后，萧炎的目光停留在了那枚魔晶旁边的一块黑色铁片之上。黑色铁片很是古旧，上面布满了锈斑，而且还附有一些未曾洗净的黄泥，看上去很像是才从土中掘出来不久的物品一般。“嘿，小炎子，把那黑铁片买上，好东西哦。”就在萧炎有些为自己的感应感到奇怪的时候，药老的声音忽然的在心中响了起来。